边呢就是号称三江汇合的地方。我的身后呢就是白鹅潭大湾区的艺术中心。这边呢号称是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村巨龙古村呢。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搭乘广州的轮渡啊。好了，现在呢我已经下了船，准备出这个码头。嗨，大家好！今天呢趁着到荔湾区来办事啊，就专程到芳村这边来走走。前方呢就是白鹅潭啊，也就是芳村枢纽啊建设的如火如荼。前方呢有一个大湾区艺术中心，所谓的三馆合一啊，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呢基本上已经落成。昨天听说啊，它门前的马路呢也基本上修整一新，准备5·1开始呢就可以迎接四方宾客。刚好呢我今天来到芳村这边办事，我就带着我的小车，准备呢到前方这个大湾区艺术中心门前去打卡，先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揭开面纱以后啊，它有哪些令人感到为之一新的地方？芳村呢，作为一个旧区，其实离广州主城区呢就一步之遥。但是传统的以前的种花的一个地方呢，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呢，确确实实来讲啊，这边完全是一种还有待于开发、经济亟待发展的地方。现在我的前方呢，隐约已经看到了这个三馆合一的建筑物。前方牌子有沙面、陈家祠、永庆坊，这些呢都不在芳村，都在芳村的对面啊，就是老荔湾区的地方。这里到老荔湾区呢，就必须要经过一条隧道，就是左侧大家开车经过的一条隧道，才能够去到原来的芳村地区。但是看得出来啊，这边呢也开始发力建设，有很多的高楼拔地而起，马路呢也在重新拓展。相信呢，经过5到10年以后啊，这边会是一片望江的新区。这边呢号称是三江交汇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这是它的全名。这边还有一个企业的办公楼，叫立白中心。可以走。哎，这个车也不能进去啊，你们车停在外面，人可以在里面去玩。单车都没有。哎。对啊。跟我妈那里有。对，但是我没有带锁啊。你们有人看一看，我很快就走，放在这里应该没事吧？好，谢谢。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在白鹅潭啊芳村这一侧，刚刚把我的小车停下，因为呢这边小车都不让进来。这里还是一片非常开阔的滨江，现在建成了花园。我觉得到这边来走走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啊。好，我们先来看看江。我是刚刚从前方那条路骑进来的啊。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华润的发展的地块啊。
应该下面有万象城。你看啊，这边起了好多的高楼。这边呢，就是号称三江汇合的地方。对方呢就是白天鹅宾馆，前方呢是人民桥，这边应该过去是珠江后航道啊。可以想象啊，不用过多久呢，这边就会成为广州市民打卡地方。因为就在我的前方呢，大湾区的艺术中心三馆合一的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呢，就要揭开它的面纱，准备开门迎客啊。所以今天也是趁着它应该尚未开门，还在做最后的整理的时候呢，过来看一看啊。广州的天气呢，就是非常的潮湿，因为这段时间都是雨季。今天气温应该在31度左右吧，湿漉漉的感觉。早晨下了一阵雨，据说呢今天还有雨，但目前呢是一个阴天的情况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江水啊，涨得非常的厉害啊。而且非常的浑浊，就是上游啊，洪水啊，要入海的话，都要先排到珠江，然后再能够出到珠江口。这边物价贵不贵啊？这边物价还可以吧。但是前方呢被拦住了，好像是不让进去吧，应该还没有开放。这边原本有个芳村码头的，但是因为施工可能搬走了，所以我另外要去找一个过江的码头才行了。都被这些围栏围住了，不进到里面的应该也看不见什么，就在外面啊，稍微的看一看它的外形。据说这几天呢都会亮灯啊，会变换一些色彩，然后呢给人家一种梦幻一般的艺术的感觉。我的前方呢就是立白产业创新孵化器，其实就是这个立白这个企业的总部啊，他们在这边已经好多年了，现在呢终于熬出了头啊。我现在的身后呢就是大湾区的艺术中心三馆合一的一个巨大建筑物，它呢面江啊，正对面呢就是白天鹅在三江汇合的一个区域。那这边接下来呢不但要把道路整理好，江岸的这些绿化带呢也会把它变成公园。在不久以后呢，这边就是让广州市民多了一个休闲的去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既然来了，我们稍微的走几步吧。每座城市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啊。广州呢是岭南的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沉淀下来的南粤文化根深蒂固。但是呢，也会有现代的潮流，所以两者结合在一块呢，就会不太一样。这个里面进不去是吧？对，进不去，从那边。好，行，谢谢。
到了门口呢就被人家拦住了，不让进。可能是那些工作人员啊，在里面搞布展的人才可以进去。没关系啊，我们到它的后面来转一转。这条路呢已经整得差不多了，叫白鹅潭南路，应该是一个隧道啊。通过这边呢可以进入或者穿过这个白鹅潭艺术中心。现在我眼前的呢就是白鹅潭大湾区的艺术中心。看这个外墙的装饰呢，还是以这种玻璃幕墙为主，颜色呢是那种淡灰色的这种色调。就感觉呢，这是一个看上去蛮低调的艺术中心，而且边上呢很多的楼啊，都是一些旧楼。就这片地方呢，还有待于整片的开发，相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使之变成一个真正时尚的区域。看看啊，这个白鹅潭南路吧，下面你看直通这个艺术中心里面的都在整理过程当中，看来没那么快能够启用吧，所以我们到这边看看就好。我眼前的呢就是闪亮的几个大字：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看来这个艺术中心呢分为两边，看到有东门有北门呢，应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门？今天有一个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开馆艺术季启动仪式暨学术会议。这个大的艺术中心门前呢，全部都是江岸的休闲地带或者说绿化地带啊。我的右侧呢是广东美术馆。总之这边呢有3个馆合一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还算好啊，还是给你留了一个门，可以让你进到里面来稍稍的兜一下。但是看到这个江岸啊，这些步道、栈道还有那些栏杆呢，还在施工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完工。这几天应该都在加班加点啊。我觉得5·1长假期吧，应该是要对外开放的，应该没几天了。但现在呢，一切还在施工之中。好，我就站在这边啊，围着一圈转转。我的身后呢，就是白鹅潭大湾区的艺术中心。占地面积呢还是非常的大啊，我也不想走得太远了。等到它以后正式开馆的时候呢，再到这来参观吧。1000年以上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啊，再加上呢，到了近代啊，向往开明，想要与世界接轨，引入更多的世界的先进的文化、科技、艺术等等啊，就使得这个城市呢，还是有相当的向上的空间。所以这些艺术中心也好，和经济啊发展等等方方面面呢，相信啊都是会使得有更多的需要这样的大型的艺术中心，还会有各种小的各种各样的文化是在这个美术馆对面呢是广东文学馆啊。
同样今天呢也是很多宾客来访，我们就不要往里头混了，在这边看看就好。好了，就到此一游。边上还有一个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这个遗产馆、文学馆和艺术馆呢三馆合一啊，就是这三个这样的一种存在。现在呢，我已经走出了这个三馆合一的大湾区艺术中心。好，接下去呢，我去取车。既然来到了芳村呢，也打算在芳村地区骑车穿行，随便的逛一逛，然后呢去找一个轮渡码头，看看能不能骑着车摆渡到海珠区，从那边呢找路回去。好，我现在呢离开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看看再去找些别的地方转转。就没曾想呢，过了那么多年啊，广州居然还有这样的需要大规模发展的地块啊！但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一块靠近市区的沿江的，应该算是一个好地方了。岭南文化乘帆出海，风靡世界的发端，三江交汇处，南粤新地标，就是写在这种墙上的标语。前方呢就是芳村站，是广州最早的地铁1号线。我的右侧的一大片地区域呢都在进行改造。好，现在呢，我从这条正在进行巨大工事之中的芳村大道出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轮渡码头啊。这条芳村大道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老旧的马路，但是呢，被硬生生的拖得很宽，将来呢是要发展的。但这些老的房子街区怎么来改造呢？恐怕要留给下一个世代了。马路的左侧呢有一个广州巨龙湾展示区，据说呢这边会保留一些老的仓库厂房，改建以后呢增添一些新的商业的设施啊，就会变成新的太古汇，据说是这样。来到这边呢，应该还保留着一个老的古村落啊。这个地方叫冲口，这条冲口街呢进去应该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呢叫巨龙古村，边上呢有一条河冲啊。就这个村庄呢还是比较完好的被保存了下来。我以前也曾经来过啊，今天呢再去绕个弯，到这个村庄的附近啊兜一圈，让大家呢也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看广州的一个应该算
以前的乡村地方，但现在呢也是面临着城市化，但是却被保留了下来。这个里面呢有些老的建筑，还有呢就是村民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包括他们的思维等等啊。这个就是大概被保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屋村。这边呢也有他们自己的街道的居民委员会，而且还有一个巨龙双语校区。这边呢号称是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村巨龙古村啊，村前的一个大广场，我们到这边来看一看。虽然以前来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边有写啊，中国传统村落巨龙村。我的镜头对着呢就是巨龙村保留下来的一整片的旧房子，这房子还是非常的好看。当然也曾经出过一些名人。现在呢，通过改造以后啊，就变成了一些商家入住，或者是大家在这边做一些生意的地方。骑到这边我就想起有一回啊，在这边也是骑行，突然下起大雨来啊，瓢泼大雨，我在这里面还等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看啊，这些房子呢，包括它的门啊，都是那种躺龙门，这叫巨龙翼横向，看来还在改造之中，有些宗祠。看看，想要把它修旧如旧。这边已经到了巨龙四横向了。这个房子还是非常的规整，虽然也经过了一些维修啊，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以前的原貌。这边也会开一些餐馆，你看这个餐馆啊，它的看上去很不错。这个就是巨龙村的村前的广场，现在呢也有了游客中心。这边的村民们呢也在喜欢他们踢毽子的活动。现在呢走出一个新的牌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巨龙古村呢是兴建于清光绪5年的1879年建的，是由广东台山的邝氏族人兴建，是广州现存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现存保存完好的别墅19栋，均为2层的青砖楼房，共占地约5300平方米。建有7条街巷啊，还是看上去相当不错的这么一个古村落。这边呢也有一些风土民俗的介绍，包括游玩的攻略、历史文化等等。
而这个村的对面呢，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呢，现在也经过了整治以后，做了一些清水的平台等等啊，也做得相当的不错。好了，我今天呢，接下去要骑的路还很长啊，我就不在这边留连太久，开始我的骑行了。这里呢，靠近珠江，水网发达，到处都有这样的河冲。这边呢，还有一个村叫高村。右侧呢就是花地湾那边的社区了，但是我今天就不再过去了，继续回到这条马路上，骑回芳村大道去。我觉得根据规划呢，以后左侧这边啊都是大片的绿地公园，而左侧的河的边上呢就是巨龙古村，应该会打造一个大家寻古访幽的地方。这边呢又回到了芳村大道东，然后呢我准备要去找一找摆渡的轮渡。
左转到鹤洞路啊，但也没有走错路。果然啊，这边有个渡口叫白显科码头。杨省通得唔得？2蚊。这个。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渡口了，这边呢2块钱渡到对面去，其实很近啊，就在对面。那在这边呢，大家已经很多人在那里登船口等待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珠江里面的发大水啊，你看这个水位非常的高啊，好像满出来的样子，非常脏。看来这个轮渡啊班次有限啊，我现在必须要等15分钟才能够等到下一班过江的轮渡。那我在这边呢，看看人家身边啊，有人在那钓鱼。这个上面呢就是鹤洞大桥，正好呢也看看对面的应该是南环上面一座桥，鸭鸡沙大桥。这里应该算是珠江的后航道，但是非常的开阔。现在开始上船了。这边的名称呢不叫轮渡啊，叫水上巴士，水巴，就是广州的水上巴士。虽然这个船的上面也有甲板啊，但是应该不让上。我们就在1楼这边等候开船。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啊，今天涨潮的感觉啊很满。这个渡轮呢分成2个部分，大部分地方呢是被大家电单车、单车这种非机动车上来的地方。它也留出了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呢围了一圈的座椅，大家可以坐着休息。然后也准备了很多救生包，以备不时之需。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搭乘广州的轮渡啊，就是这种水上巴士，跟上海的这种巴士的感觉不太一样啊。第一的话呢，它只有1层，它应该上面是不让上的，虽然上面也有一个平台。第二的话呢，这个门呢是不封闭的，我看它这个打开的这个地方是用一种铁栅栏，就有点像那种地铁上某种拦起来的栅栏一样。好，我们就静候开船吧。好，到了时间啊，它已经关闸准备开船了。前方呢就是鹤洞大桥，一直通去海珠区。船呢正在掉头啊，向对岸驶去。正好这边呢可以透过玻璃窗来看一看开阔的江面。
渡轮正在靠岸。各位喜欢观光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请将对方车里提供视觉音乐系统放松好执行。各位喜欢观光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请将对方车里提供视觉音乐系统放松好执行。各位喜欢对方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请将对方车里提供视觉音乐系统放松好执行。各位喜欢对方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请将对方车里提供视觉音乐系统放松好执行。各位喜欢对方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看来这个船体和码头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台阶。各位喜欢对方车的乘客进入本舱后，请将对方车里提供视觉音乐。你看这个水啊，基本上已经按到了和路面差不多平齐的地步了。好了，现在呢，我已经下了船，准备出这个码头。花了2块钱啊，从芳村那边呢来到了海珠这边。我突然想到啊，这边应该离太谷仓很近啊，看能不能去在江边兜一兜，再回去啊。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海珠区的珠江边上啊。这边呢有非常开阔的绿地，但今天呢天气差些啊，阴的天，所以看上去啊没有像晴天的时候看出去那么的漂亮。现在我沿着这条河岸的道路，向着白鹅潭方向的在骑边。从芳村那边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啊，通过一个水上巴士，来到了海珠区的江岸。前方呢就是太古汇。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叫志愿者公园。那我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第一段的骑行。请大家跟随着我的镜头，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拜拜。